安吉拉是一名大三学生，她在一天的晚上遭遇了残忍对待，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岁那年。案发后，警方积极介入调查，不过遗憾的是，他们始终没有抓到凶手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案件很快陷入停滞。就在所有人对破案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，一件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发生了。受害者出现在了朋友的床边。有了这段特殊经历后，朋友挺身而出，通过自己的方式协助警方抓到了真正的凶手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，这里位于德州中北部，面积为997平方公里，常住人口约140万人，是该州第3大城市达拉斯县的县府。达拉斯是一个产业和人种多样化的城市，该市没有州所得税，生活成本也比较低，因此吸引了各行各业和世界各地的人。大量人口涌入，促进了当地房地产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，同时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鲜活力。作为德州和美国的主要经济中心，达拉斯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23家的总部就设立在这里。主人公安吉拉·萨穆塔出生于1964年9月19日，案发时年仅20岁。安吉拉是达拉斯南卫理工会大学的一名学生，她性格开朗，待人热情，在学校里非常受同学们欢迎。大学1年级的时候，安吉拉和室友希拉成为了要好的朋友。尽管在1年后，安吉拉就和男友大卫搬到了校外居住，但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得非常亲密。步入大学后，安吉拉一直把学业放在第一位，她进修的是计算机科学和电气工程专业。安吉拉喜欢做一些具有挑战的事情，她希望将来能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行业内有所成就。为了实现这个愿望，安吉拉学习非常刻苦，经常读书到深夜。虽然学习占据了安吉拉大部分时间，但这并没有妨碍她结交朋友。在与男友大卫分手后，安吉拉加入了女大学生联谊会。在这期间，她认识了下一任男朋友本·麦考尔。本是安吉拉的学长，当时他已经毕业，并且在建筑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两人在恋爱期间感情非常甜蜜，仅仅1年后便有了结婚的打算。为了不耽误安吉拉的学业，他们把婚礼定在了毕业之后。然而他们还没有等来婚礼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就降临在了安吉拉身上。1984年10月12日，这天是个周五。一天后，达拉斯将迎来1年一度的大学橄榄球比赛。这场比赛又被称为红河竞争。红河指的是德克萨斯州与俄克拉荷马州边界的河流，换句话说，也就是2个州之间的比赛。这项赛事在德州有着悠久的历史，自1932年以来，比赛一直在达拉斯的棉花湾体育场举行。每年的这个时候，达拉斯就会聚集成千上万名游客，通常这些人会在比赛开始的前一晚提前小聚一下，所以安吉拉和她的朋友们也不例外。这天晚些时候，安吉拉邀请了朋友安妮塔和罗素去了酒吧聚会，男友没有参加，因为明天一早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。安吉拉和朋友们在酒吧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，直到凌晨12点30分才离开。在把朋友们送回家后，安吉拉又顺路去了男友的公寓。原本她很期待男友会留她住一晚，但没想到两人刚一见面就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。本对安吉拉的到来表现得有些不耐烦，他再三强调，之前已经说过明天要处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现在他只想躺在床上休息，希望安吉拉不要打扰他。安吉拉对男友的拒绝感到非常气愤，随后他便摔门而出，离开了那里。看到安吉拉坐进汽车后，本没有挽留，他转身回到房间，很快睡了过去。大约过了15分钟左右，本再一次被吵醒了，这次是安吉拉打来的电话。接通后，安吉拉紧张地说道，刚才他让一个男人借用了卫生间，现在这个人还没有离开，他有点害怕，想和本在这段时间保持通话。还没等本开口追问，安吉拉就用匆忙的语气说道，等几分钟再联系。说完就突然结束了通话。这通电话让本完全清醒了，他一直守在电话旁，等待着安吉拉再次回电。5分钟过去了，安吉拉没有任何回复，打他的电话也始终无人接听。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后，本马上跳上汽车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了安吉拉的公寓。本一边疯狂地按着门铃，一边大声呼喊安吉拉的名字。可是持续了几分钟后，房间内没有任何回应。当年便携电话还不普及，不过本是一名建筑公司的高管，
他的汽车上配有卫星电话，于是他坐进汽车，再次给女友打去了电话。在尝试了一段时间，仍然没有联系上安吉拉以后，本向警局报告了这一消息。Ma'am, I need a police officer at 4944 Amesbury. What's the problem, sir? My girlfriend called me, said there was a man in her apartment, and now I cannot get her to answer the phone. Her car's here, and she won't answer the door, or can't answer the door. You let him in? I believe so. All right, we'll get someone out. Okay. 一般来说，接到通知后，警方都会很快赶到现场。不过这天是个例外。当晚达拉斯到处都是聚集的游客，人一多，难免就会发生一些混乱的事情。所以这天晚上，大部分警员都被派出去维持秩序了。他们拖了半个小时才到达现场。在和本简单了解情况后，警方通过物业的备用钥匙进入了安吉拉的房间。一进门，他们就立刻发现了异常现象。客厅的地毯上有一只黑色高跟鞋，旁边还有一道鞋跟留下的拖拽痕迹。顺着拖痕方向，警方来到了卧室，在那里，他们发现了一个十分残忍的案发现场。安吉拉满身是血，一丝不挂地倒在了床上。她在生前遭遇过暴力侵犯，身上到处都是刺伤后留下的痕迹。这些伤口足足有18个，其中10刀全都落在了要害部位。很明显，这是一起残忍的暴力犯罪事件。警方立刻拉起警戒线，对整个公寓内外进行了仔细检查。案发现场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公寓内也没有发现丢失贵重物品。厨房的刀架上缺失了一把厨刀，浴室的浴缸有被使用过的痕迹。根据这些发现，警方有了初步判断，凶手大概率是安吉拉熟悉的人。他经过同意进入了房间，作案的凶器是那把缺失的厨刀，犯罪动机不是抢劫，一定是性犯罪。事后歹徒清洗了身体并带走了凶器。得出结论后，警方首要任务就是要调查与安吉拉有过接触的男性。作为安吉拉的男朋友，本·麦考尔首先接受了警方的询问。本告诉警方，那晚他一直在家里休息，直到接到求助电话后才去了安吉拉的公寓。他不清楚挂断电话后房间内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谁有可能会是凶手。本在描述事发经过的时候情绪非常稳定，他的脸上没有半点难过的样子，仿佛就像在诉说一件别人家的事情一样。这种不正常的表现马上引起了警方的注意。他们继续追问，为什么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没有看到凶手，又为什么在察觉到危险后没有破门而入。然而这些问题本一直给不出合理的解释。出于这个原因，警方决定对他进行测谎。本在经过考虑后拒绝了警方的要求，但他同意提供自己的唾液进行对比。由于目前没有确凿证据，警方也暂时没有什么好办法。采集完唾液后，他们就让本离开了。第二天晚些时候，警方又通过各种渠道陆续锁定了3名嫌疑人，他们分别是安吉拉的前男友大卫、同学帕特里克以及当晚一起出行的异性朋友罗素。据知情者透露，前男友大卫是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人，分手后他一直在用各种办法骚扰安吉拉。同学帕特里克是安吉拉的追求者，他的性格比较极端，曾经多次在学校内跟踪过安吉拉。朋友罗素对安吉拉也有好感，最主要的是他和安吉拉住得很近，而且在案发的第2天，他就带着行李跑到了其他城市。在准备对3人进一步调查之前，警方掌握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。法医通过分析安吉拉身上的体液，确定凶手是一名非分泌型体质的男性。通俗点来说，就是凶手的体液内没有血型。这类体质的人在生活中相对较少，大约占比20%左右，所以在当年还没有 DNA 鉴定技术的情况下，警方通常会使用这种方法粗略筛选嫌疑人。掌握了凶手的特征以后，警方首先对本的唾液进行了分析，检测结果表明他是分泌型体质，这也就说明本不符合凶手的特征，也就不可能会是凶手。于是他们终于排除了本作案的可能。接下来警方又对其他3名嫌疑人逐一进行了询问，无一例外，他们全都表示自己与这起案件没有任何关系。通过分析3人的唾液以及不在场证明后，警方成功把嫌疑人缩小到了1位，这个人就是安吉拉的异性朋友罗素。3名嫌疑人中，只有罗素的不在场证明不可靠，而且他也符合凶手的特征，属于非分泌型体质。于是他们很快又对罗素进行了第2次询问。这次问话给罗素造成了极大的心理负担，警方没有听取他的任何解释，直截了当地让罗素尽快坦白犯罪经过。
罗素认为警方的问话方式不符合规范，所以他使用了保持沉默的权利，拒绝回答任何问题。罗素不配合的表现加深了对他的怀疑，但非常遗憾的是，警方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把他和这起案件关联到一起。尽管他们有体液的对比结果，但这项技术存在很大误差，只能应用于粗略筛选嫌疑人这项工作，无法成为呈堂证供。所以在审讯结束后，警方只能让他离开。案件进展到这里，安吉拉最好的朋友希拉终于登场了。希拉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、不喜欢热闹的人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晚他没有参加聚会的原因。虽然希拉和安吉拉是很好的朋友，但实际上他们的性格完全相反，平时也很少有合适的机会聚在一起。不过这并不影响两人的关系。每当安吉拉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希拉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，所以这次也不例外。希拉在得知嫌犯罗素仍然逍遥法外后，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寻找他的犯罪证据。经过与警方不断探讨，他们终于敲定了一个可行的计划。警方打算让希拉出面和罗素成为朋友，等两人混熟以后，希拉再趁机向罗素询问安吉拉的事情。尽管希拉并不擅长这项工作，但是为了朋友，他还是硬着头皮去做了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希拉频繁和罗素吃饭聊天，等待时机差不多了，希拉就带着隐藏式录音设备找到罗素，问了一些安吉拉的事情。罗素听到安吉拉的名字后，反应异常强烈，主要原因就是先前警方在审讯时给他留下了心理阴影。罗素仅仅告诉希拉，他们只是普通朋友，那晚回家后他就休息了，没有发生其他事情。这个计划失败后，警方又采取了一些其他手段，他们对罗素进行了24小时监控，并且3天2头就会把他带到警局进行问话。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一段时间后，罗素彻底崩溃了。他聘请了最知名的辩护律师与警方进行了交涉。恢复自由身后，他很快离开美国，去了其他地方。罗素离开后，警方彻底失去了希望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案件逐渐陷入停滞。时光飞逝，转眼来到了2004年。这年希拉已经43岁了，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还有2个优秀的儿子。过去的20年里，希拉一直不愿过多提起安吉拉的事情。她知道破案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想要忘记这段痛苦回忆，继续生活下去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。一天的夜里，希拉正躺在床上阅读但以理书。当他抬头休息的时候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。希拉在床边看见了老朋友安吉拉。I was doing a Bible study on Daniel. When I looked up to the right, there was Angie. I mean, it was just such a powerful moment, but it wasn't, no one talked, no one said anything. 这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后，希拉下定决心要帮朋友伸张正义。他通过查阅资料的方式，了解到了现在 DNA 技术有了飞跃发展。近年来，警方利用这项新技术破获了很多悬案，所以希拉天真的认为警方也能利用这项技术解决安吉拉的案子。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，但在争取的过程中，他遭遇了很多挫折。每当希拉给警局打电话，请求他们检测凶手 DNA 的时候，警方总会找各种理由拒绝，因为这起案件没有任何新线索。而且当年办案的警探也早已退休，他们不愿意对这样一个20年前的老案子花费昂贵的检测费用。到最后，警方直接告诉希拉，原始物证在一次发大水的时候不小心丢失了。希拉非常明白警方的真正想法，他们只是不愿意花钱和时间在安吉拉的案子上，所以在经历了1年时间，拨打了不下800通电话都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，希拉决定换个方式解决这个问题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希拉认真学习了调查相关的知识，获得了私家侦探从业执照。有了这个身份以后，希拉和警方打交道的时候就变得相对轻松了。通过与相关负责人反复沟通，警局终于在2006年为安吉拉的案子成立了侦破小组。希拉作为私家侦探也加入了这个团队。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，他们顺利拿到了本案中保存的原始物证。经过 DNA 数据筛选后，他们很快确定了凶手身份。这个人不是罗素，而是一名叫唐纳德·贝斯的男子。时年60岁的贝斯有过多次针对女性的犯罪行为，记录在册的第一起发生在1975年。这年他因为侵犯并绑架一名女性被判25年监禁。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贝斯并没有在监狱服刑很长时间，仅仅9年后他就被假释出狱。
恢复自由身后，贝斯死性不改，仅仅7个月后，他就对安吉拉犯下了残忍的罪行。由于当年警方没有抓到贝斯，这导致1年后又有一名女性遭遇了他的侵犯。也就是这起案件让贝斯在数据库中留下了自己的 DNA， 从而让警方确定了他就是杀害安吉拉的凶手。根据贝斯的供词以及其他线索，警方还原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案发那晚，贝斯在酒吧寻找作案目标的时候注意到了安吉拉。尽管安吉拉有朋友陪同，不是一个很好的目标，但贝斯对安吉拉非常满意，还是想尝试一下。跟着安吉拉在外面转了一大圈后，贝斯终于等到了机会。安吉拉送完所有朋友，独自回家了。由于贝斯不确定安吉拉家里有没有其他人，所以他就用上卫生间作为借口进入了房间。这样即便安吉拉家里有人，他也能全身而退。虽然我们不清楚安吉拉当时内心的想法，但大概率她在听到敲门声的时候，以为是男友来向她道歉了，不然她也不太可能会随便开门。一旦打开门后，安吉拉就再也没有好办法拒绝让贝斯进入，所以她立马后悔了这个决定，于是就给男朋友打去了电话。两人在通话过程中，贝斯已经检查完了整个房间，确定家里没有人后，他拿起一把厨刀威胁安吉拉结束了通话，然后他把安吉拉拖到卧室实施了犯罪。实际上本在到达公寓的时候，贝斯还在房间里。一开始他被敲门声吓坏了，不过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外面就没有了动静。贝斯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从后门离开了公寓。当时本正在车里打电话，他只要稍加留意就能看到贝斯，不过这一切全都阴差阳错的错过了。2010年6月18日，安吉拉遇害的26年后，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。唐纳德·贝斯因1级谋杀罪被判处死刑，现年75岁的他仍然被关在死囚牢房里，没有确定执行日期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